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呢一句咧，道士畫符驅邪嗰陣時咧，成日都會用到嘅咒語啦，幾乎人人都聽過噶啦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太上老君咧，究竟係乜嘢來頭咧？一位人見人拜嘅神仙啊，點解會成為道教三清之一？佢係咪一開始就係神呢？其實咧，你可能完全估唔到，太上老君咧唔係天生係神，而係由一位春秋時期嘅哲學家一步步進化而嚟嘅。冇錯，太上老君其實係真實存在過嘅歷史人物，叫做李耳，又叫做老子。佢寫嘅《道德經》咧就成為咗中國文化最璀璨嘅書籍之一。但係令人震撼嘅係，佢嘅身份竟然從一位哲學家再升級到掌管天地嘅至尊神明。到底背後發生咗啲咩事呢？咁誇張嘅神話係點樣形成嘅呢？今日咧就等我用歷史傳說同埋呢個哲學帶你哋去解密一下先。太上老君嘅前世今生啊！如果咧中意我頻道嘅話咧，記得訂閱我頻道，再撳埋鬧鐘，咁我哋更新嘅時候你第一時間知道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好啦，講起太上老君就梗係要講翻李耳啦，即係老子啦。咁咧佢就生於呢個春秋時期。楚國府縣係周朝嘅守藏史，負責管理皇室藏書。呢份工咧就等於而家嘅國家圖書館館長啦嚇。嗱，根據《史記》記載，李耳係目睹周朝皇室衰敗之後，選擇辭官歸故里，去揾翻屬於自己嘅道。而佢最出名嘅就梗係喺函谷關，因為咧阿關令允起就求佢留低呢個思想精髓，就係咁就寫咗呢個曠古爍今嘅《道德經》。《道德經》咧到底有幾勁咧？佢係咧中國古代哲學嘅巔峰之作啊，甚至係全世界翻譯次數最多嘅中國古籍。書裡面精簡咗5000字，將道同德嘅概念釐釋得淋漓盡致，成為無數哲學家、統治家甚至乎現代心理學家嘅啟發泉源。當中咧有兩句咧就非常之出名嘅金句啦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嗱，呢啲思想咧就唔單止解釋咗宇宙嘅規律，仲提倡無為而治嘅政治智慧。佢認為人類應該效法自然，就唔係應該不斷喺度破壞平衡同埋呢個追逐慾望嘅。你嘅一生咧，歷史記錄咧係唔多嘅，但係後世咧就為咗佢鋪咗好多次神話嘅伏線啦。咁例如就好似其中一個傳說就話佢喺李樹下出世，白髮拱手，充滿仙氣咁樣誕生。咁另一個傳說就係太上玄玄七聖記提到，佢個媽媽吞咗日月精華之後咧，就懷孕喺靈樹之下生咗佢出嚟。嗱，雖然呢啲細節咧就冇實證嘅，但係就足以睇到當時嘅人已經將佢由普通人一步步塑造成呢個聖人。嗱，呢啲傳說咧，亦成為咗後世佢俾道教啊神格化嘅重要基礎。相信李耳自己寫《道德經》嗰陣時啊，其實咧完全係冇諗過咧會有呢個宗教用途嘅咯。嗱，佢最關心嘅咧係宇宙嘅規律同埋人生嘅智慧。但去到東漢時期，道教興起，呢本書咧開始變成咗道教嘅核心經典。道士話呢本係太上老君親傳嘅天書，成為修煉、符籙、煉丹等等嘅宗教實踐嘅基礎。嗱，呢一個過程咧就係哲學變宗教嘅轉折點嚟嘅。老子喺東漢開始就被視為人間聖人，但係咧佢真正升格成為太上老君，其實咧係靠呢個張道陵創立天師道嘅時候。嗱，根據記載，張道陵話太上老君喺夢中顯靈，傳授佢煉丹、符籙同埋治病嘅法術。自此之後啦，老子嘅形象咧就唔再局限喺呢個哲學人啦，而係塑造咗成為呢個道教嘅祖師。咁去到唐朝，老子嘅神聖地位咧就更加係全面升呢啊！唐朝皇室就姓李嘅，佢哋咧話自己係老子嘅後人，直接將老子封為太上玄玄皇帝，成為國家嘅精神象徵。唐高宗、唐玄宗甚至將老子嘅《道德經》奉為治國之本，將道教提升到同儒家、佛教並列嘅高度。大家知唔知道太上老君喺道教經典裏面就唔單止係一個神仙，而係一個擁有無數化身嘅全能存在。道藏記載咗佢傳奇嘅化身有4季嘅化身啦。春天係上景君，象徵希望同埋生機；冬天就變成呢個蒼元清光，代表孕育同埋智慧。嗱，佢都化身過呢個歷史嘅指導者㗎嚇。伏羲時代佢化身為
赤精子，傳授呢個帝王治理天下。咁喺黃帝時期，佢又變成咗有古先生，幫助黃帝修煉大道。佢亦都係呢個護法大神。嗱，佢有陣時咧會化為呢個真武大帝，專門咧就打敗啲妖魔鬼怪，守護正道。嗱，呢啲傳說將太上老君描述為無所不能嘅存在，佢可以係哲學家、仙人、天神，甚至係凡人身邊嘅保護者。呢個形象令到佢成為民間最受歡迎嘅神明之一。太上老君嘅形象最成功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個好貼地嘅神明。喺民間信仰裏面，佢唔單止掌管天地規律，仲可以保佑家庭平安、農業豐收，甚至乎驅邪消災都可以㗎。嗱，好似《太平經》記錄咗太上老君傳授道士符籙，用嚟醫病驅鬼。喺呢個靈寶筆法就提到佢教人哋煉丹祈福，幫助百姓改善生活。嗱，呢啲故事咧令佢唔止係高高在上嘅神，而係融入咗普通人日常生活嘅守護者。太上老君嘅成神之路其實咧係一場跨越哲學、宗教同埋文化嘅交融奇蹟。佢由呢個春秋時代嘅哲學家老子，憑住《道德經》嘅智慧，同時間滿足咗幾個要求啦。第一個要求就係政治嘅需求，唐朝利用老子去鞏固皇權，將佢提升到國家嘅神明嘅高度。咁第二個就係宗教嘅競爭。嗱，當時道教咧為咗對抗呢個佛教，塑造咗超越釋迦牟尼嘅神聖形象。第三個就係民間嘅需求，太上老君提供咗貼地嘅祈福同埋驅邪嘅功能，成為咗百姓信仰嘅依靠。但係喺呢啲過程裡面，哲學同宗教嘅張力亦都慢慢浮現。道德經就提倡呢個理性同自然，追求嘅係對道嘅理解；而宗教實踐為咗吸引信徒，加入咗符籙、煉丹之類嘅內容，某程度上係偏離咗禮義最初嘅思想精髓嘅。雖然《道德經》係老子親自輯寫，但係亦都係佢唯一確定嘅哲學著作。喺後世咧，道教為咗提升教義嘅權威性，開始出現咗大量假託太上老君名義嘅經書。嗱，呢啲經書咧唔單止為道教增添咗更加多嘅修煉法門，亦都成功將老子嘅哲學思想融入咗宗教元素，令到道教更加豐富多樣。好似呢一堆經書咁啦嚇。嗱，每一本都代表住唔同層面嘅道教修煉同埋哲學，但係咧需要留意嘅呢啲經書咧，多數都係道教興起之後先被創作出嚟嘅，就唔係老子嘅親筆。而喺後世嘅道士咧，為咗系統化個教義，利用太上老君呢一個形象，增加咗權威性。不過呢個過程咧，亦都成功將《道德經》嘅思想延伸到更廣泛嘅宗教範疇，令到道教文化更加深遠而多元化。即使太上老君被神化，佢嘅思想仍然影響到而家嘅《道德經》，教人道法自然，提倡順應天道嘅智慧，喺現代社會依然係適用㗎嚇。尤其喺壓力咁大嘅今日，老子嘅理念提醒我哋回歸簡單，尋求內心嘅平靜。最後，太上老君嘅傳奇正正係中國文化嘅縮影，喺呢個歷史、哲學同埋信仰之間，打造咗獨一無二嘅精神世界。佢係神，亦都係人。佢係傳說，亦都係歷史。佢係一個超越時空嘅智慧化身。嗱，下一集咧，我哋咧就會深度去解剖下呢個《道德經》嘅。咁大家記得去留意我下一集啦嚇。今日咁多先，下次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